从去年做洛斐1%的时候，我就有想过，透明键盘的终点到底在哪里？从极致的透明到炫酷的灯效啊，这些都让我觉得透明键盘好像发展到了尽头。直到今天这一款医雪 B67莫吉托限定版，可以说是把透明键盘又做到了另外一个天花板。这一次医雪为了键盘的观感，简单粗暴的直接把键盘正面的字符都给去掉了，所以这就是一把盲打键盘。如果你说我适应不了盲打，那厂商后续会配有一套字符的贴纸，可以把相对应的按键给贴上。因为我这个是样品，所以就不给大家演示了。虽然脱落的可能性我觉得是有的，但这也算是一个解决方案，起码可以让你过渡到盲打这个阶段。配件方面，我这里是一个套装版，除了键盘的本体，还多送了一个透明的小摆件，也相当于一个四轴器，还有一个可以用来背的吊带，配合两边的扣具就可以把键盘背出门了。但不会真的有人这样出门吧？ B67 在外观方面依旧是沿用了之前的设计语言，整体是亚克力的材质。为了点莫吉托这个题啊，从左到右分别是蓝绿色的渐变，这点还是非常有夏天鸡尾酒的味道的。不过还有一点要提醒一下大家，就是亚克力还是尽量不要用酒精去擦，是有概率会导致亚克力表面出现裂纹的。至于什么容易沾指纹和容易划伤这些，我就不细说了，只能说这是为了颜值做出了一点使用体验上的牺牲。这一次 B67 的键帽官方起名叫做冰晶钻石，说白了就是在键帽底部做了一个人形的切割工艺，配合 SA 高度，整体对灯光会有比较强的折射效果，配合宽边框，但论 RGB 的话还是非常顶级的。抛开这些风格化的设计，亮面键帽本身的手感还是油乎乎的。大家也可以看到啊，我在拍摄中为了尽量不留下指纹，还特意戴了个手套，而且 SA 高度加上宽厚的下巴，前高来到了丧心病狂的30毫米。这个高度配合无法调节的脚撑，那就注定了它只能搭配手托使用，这一点还是要注意。键盘在一些细节方面，比如说背部电池仓这一块做了一个纯白的硅胶，中间这一块 logo 也为键盘整体的设计加分不少。而且轴座为了保持整体外观的一致性，也做成了白色，这也是做的还不错的地方。轴体方面是医雪定制的全透冰芯果冻轴，轴体用了方程壁结构，带有一定的提线触底，同时带了一根加长弹簧，也是一款偏轻压力的轴体。对于一款全 PC 材质的轴体来说，我认为这个轴体对于线性手感的处理还是非常不错的，不会有那种非常明显可以察觉出来的卡色感。全头轴体加上全头键帽，打开灯光的时候就是这把键盘的颜值巅峰了。我想会买这把键盘的人大概有80%都是奔着灯光去的。B67 的灯光效果在钻石键帽和轴体的加持下，可以说是目前的第一梯队。仔细观察可以看到，在空格的左右两侧微型轴也有增加额外的灯珠，整一个键盘的灯光效果会更加的均匀。这把键盘起码在灯光这一块，我觉得是对得起这个1399高昂的售价的。至于内敛方面，也可以直接从外壳看到，键盘底部是没有任何填充的，中间的话是一张蓝色的硅胶垫，虽然没有做定位板和单键开槽，但键盘整体还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下沉空间，说明底部留的空间还是比较多的。至于出来声音方面，虽然说不难听，但相比起目前的一些卷王，还是稍微的散了一些。至于能不能接受，就看自己的一个声音取向了。至于无线续航方面，键盘内置了3750毫安时的电池，官方续航时间可以用到200个小时左右啊，这是关灯的一个数据。我个人觉得，稍微的短了一点点，要是能再长一点就好了。主控芯片是一兆位 Y74132，实测延迟在16毫秒左右，这个数据表现还是非常 OK 的。总结一下这款键盘，实话实说，如果让我拿这个键盘来用，我还真不太舍得。对于我来说，它更像一个透明的摆件，配上军火像的灯光，可能在作答属性上会更加的强一些。如果你要拿它来用的话，也不是不行，但就需要日常多加维护，并且要小心的使用。像我在拍视频的时候已经非常注意了，但是还是有一些可以察觉到的划痕。至于花1399买这个键盘值不值得，都到了这个价了，我也很难说它是一把很有性价比的键盘。可以说性价比和它是完全不沾边的，它更像一个比较轻奢的产品了，可能更加接近一个潮玩类型的东西。说白了就是，如果你喜欢它的颜值，并且手里有很多把键盘，并不是想买一把主力键盘来用的话，还是可以入手的。好了，那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